找一个让你最舒服的姿势，把肩膀放松下来，不用赶任何地方，不用回复任何消息。今晚就把这一刻交给自己。你有没有想过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我们这一代人是人类历史上读书最多、信息最富足的一代，却也是失眠最严重、内耗最凶猛的一代？我们囤了几百节网课，却没时间听完一节。我们知道要早睡，却在凌晨2点刷着别人精心包装过的生活。我们懂得那么多道理，却依然活得像一团乱麻。这不是你的错，这是一场每个人都在参与，却没有人发过邀请函的战争。今晚，我想带你去见一个人，他所经历的那些事，是你现在所有焦虑的一面镜子，而他最后找到的那个答案，轻得像一句话，却重得能压垮你前半生所有错误的执念。这个人叫王守仁，你可能更熟悉他的另一个名字王阳明。我们不从他出生讲起，我们直接去那个最黑暗的地方。公元1508年，贵州龙场。500年前的这块土地，没有如今的苗寨风情，没有旅游指南上的青山绿水，它是大明帝国版图最边缘的一块烂地，年年瘴气弥漫，连朝廷的驿站都懒得在这里设一个。荒野里住着说话听不懂的苗人，丛林里藏着能要人命的毒虫，空气本身都像是发了霉。在一片乱石丛中，有一个天然溶洞，洞壁湿漉漉的，渗出冰凉的水珠，滴落在地上，没有任何声音，只是一点一点消失在黑暗里。洞里有一口石棺，是他自己叫人凿出来的。棺壁粗糙，冰凉刺骨，棺材里躺着一个活人。他36岁，面容枯槁，胡须潦草，身上的官服早已换成了破旧的布衣。几年前，他还是北京城里有名的状元公子，兵部的体面官员，写的一首好诗，弹的一口好学问。如今他蜷缩在这口石棺里，像一具提前入殓的尸体，只有胸腔还在微弱起伏，证明他还活着。洞外风雨声混着虫鸣，偶尔有野兽在远处嚎叫，那声音在山谷里回荡，凄厉而漫长。他不动，他在做一件极其疯狂又极其清醒的事情。他在模拟死亡，他要把自己一路逼到悬崖边上，直到逼出那个让他死而不死、活而难活的终极答案。这不是一幅英雄主义的画面，这是一个人被逼到尽头之后最后的挣扎，而那个答案最终在一道闪电里出现了。我们之后再回来讲这个，先让我带你看清楚他是怎么一步一步走到这口石棺里的。故事要从浙江余姚说起。余姚王家是那个时代的顶级门阀，祖父王伦是竹林名士，风雅淡泊，终身不入仕途。父亲王华更了不起，他考中了状元，成为大明帝国官场里一块真正发光的金字招牌。按照这个家族的基因和地位，王阳明这辈子本该是一条笔直宽阔的上坡路，但他出生后整整5年一个字都没说，不是聋哑，不是痴傻，他眼神清亮，对周围的一切都有反应，他只是不说话。5年，他一声不吭地观察着这个世界，就像一个来自别处的访客，在判断是否值得开口。这件事在当时的王家是一场安静的恐慌。在儒家的体系里，语言是进入文明世界的门票，不能开口就意味着无缘科举，无缘功名，无缘那条家族世代精心铺设的路。直到一个云游的僧人路过，那个僧人停下来，盯着小王阳明看了很久，没有话源，没有说法，只是摸了摸孩子的头，
然后对祖父说了一句奇怪的话：好个孩儿，可惜道破。这句话的意思是，孩子原本叫王云，云这个字太轻盈，太泄露天机，像是把灵魂挂在了天上，锁不住。祖父听懂了，他翻开《论语》，重新给孩子取了一个名字：守仁，守住仁义，落在地上，做一个能被这个世界容纳的人。改名之后，孩子开口了，但这个细节里藏着一个命运的预言。他的名字叫守仁，他的灵魂却永远是那朵关不住的云。这两者之间的撕扯将把他推进无数次的碰壁，推进屏障，推进流放，推进那口石棺，最终推向一次彻底的觉醒。跟着父亲入京之后，王阳明进了北京最好的私塾，课堂上坐着的都是帝国未来的精英储备，大家目标明确，读书、八股、科举、做官。这条流水线运转了几百年，没有人质疑它，因为它本身就是那个时代最理所当然的事实。直到11岁的王阳明站起来，问了一个问题：老师，何为第一等事？老师以为是礼节性的提问，随口答道：当然是读书登第，金榜题名。王阳明皱了皱眉，他说：登第恐怕算不上什么头等大事，或读书学圣贤耳。教室里一片哄笑，老师气得脸色发青，训了他很久。但我们现在回头看这一幕，会发现他的逻辑其实比那位老师更清醒。他的父亲就是状元，他每天看着父亲在官场的倾轧中如履薄冰，在无休止的文书工作里消耗生命。他比任何同龄人都早一步看清楚了这场游戏的底牌。如果通往终点的路本身就是虚无的，那奔跑的意义在哪里？这颗种子种下了，就再也拔不掉。此后随父亲游览金山寺，大人们在月下推杯换盏，搜肠刮肚地想写几句像样的诗。少年的王阳明站在那里，看着脚下的长江，随口吟出了4句话：金山一点大如拳，打破维扬水底天。醉倚妙高台上月，玉箫吹彻动龙眠。大人们惊住了，不是因为辞藻华丽，而是因为这个孩子的视角。在他眼里，金山这座宏伟的山不过是拳头大小的一点，他把自己放到了足够高远的位置上，用俯瞰宇宙的眼睛来打量眼前的一切。这不是一个准备安心考科举的乖孩子，这是一个灵魂装不进世俗框架的谪仙人。然后来了那场让南昌城笑了很久的闹剧。王阳明17岁，父亲为他说了一门好亲事，新娘是官家小姐，门当户对，迎亲的队伍浩浩荡荡开到南昌，红烛高照，宾客迎门，所有人都在等新郎官出来敬酒，但新郎不见了。他溜进了附近一座道观，被一个正在打坐的老道士吸住了。不是那种呼风唤雨的神通，道士只是静静坐在那里，那种与世隔绝的安宁像一块磁铁，瞬间吸走了他那颗躁动的心。他坐下来，盘腿学吐纳，这一坐就是整整一夜。另一边，新娘在洞房里等着，岳父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家丁把南昌城翻了个底朝天。这件事儿在今天看来有点荒诞喜剧的味道，但藏在里面的那种挣扎是真实的。他在本能地抗拒那个既定的成年人世界，试图通过出世来逃避入世，像一个溺水的人抓住了一根叫做清净的稻草。当然，稻草没能救他，他被拽回去，乖乖结了婚。但道路没走通，他立刻换了一条。既然出世太难，那就在入世的学问里一竿子插到底。
他把目光对准了朱熹的理学，下定决心要从圣贤那里找到答案。这就引出了他前半生最具黑色幽默色彩的一幕——隔竹子。朱熹告诉天下的读书人，理存在于万事万物之中。你想成为圣贤，就要格物致知，盯着一件东西去研究，去剖析，去参透里面藏着的天道。21岁的王阳明信了，他看中了祖父院子里的竹林，竹子虚心有节，是君子的象征，这里面一定藏着大道理。他拉来表哥，两人搬了板凳，坐在竹子面前，开始割。第一天，表哥专注地盯着竹子，看了一整天，什么也没悟出来，只知道竹子是绿色的，有节。第二天，表哥开始涣散。第三天，表哥撑不住了，头晕眼花，宣告放弃，说竹子里没有天理，只有蚊子。表哥走了，王阳明没走，他把表哥轰出去，一个人对着竹子继续。第4天、第5天、第6天，刮风下雨他也不动，像一尊石头雕像。他在脑海里翻遍了读过的所有圣贤书，试图在眼前这根植物和宇宙真理之间建立某种联系。竹子没有给他任何回应，竹子只是随风摇摆，无声无息。到第7天，他的身体垮了，长期的精神高压加上风吹露宿，他开始剧烈咳嗽，咳出了血。这不仅仅是一场失败，这是一次精神的重创。一个绝顶聪明的人，拿着一本被天下人奉为真理的操作手册，严格按照步骤执行，结果不仅没有悟出天道，反而把自己搞成了病人。他躺在病床上，开始怀疑那个他一直以来坚信的方向，是我太笨，还是这条路本来就是错的？这颗怀疑的种子在他心里慢慢生长，他将在多年后的龙场彻底破土而出，身体的病根留下了，科举的路还要走。22岁，第一次参加会试，落榜，京城哗然，大家等着看状元公子的笑话。王阳明面对来安慰他的人，说了一句话：世人以不得地为耻，吾以不得地动心为耻。你可以输掉考试，但你不能把自己的情绪主权输给一张榜单。这句话看起来是倔强，其实是他第一次清醒地把自我和遭遇分离开来。外部世界怎么评判他，那是外部世界的事，他内心的那片地不允许被侵占。3年后，25岁卷土重来，再次落榜，连续2次才华被拒之门外。换别人可能早已崩溃，但王阳明在京城组织诗社，谈笑风生，仿佛那个落榜的人跟他没什么关系。这不是表演出来的淡定，而是在无数次碰壁之后，从心底里生长出来的一层铠甲。直到28岁，第3次，他终于考中了进士，人生似乎终于要进入正轨。然而那张更大的带着血腥味的网已经在朝堂的阴影里张开了。公元1506年，王阳明35岁，当时的皇帝是明武宗朱厚照，一个对治国没什么兴趣的顽童，权力的真空被迅速填补。以大太监刘瑾为首的八虎掌握了帝国的实际控制权，一群心理扭曲的宦官成了这个以儒家道德为基石的帝国的最高审判者，正直的官员开始被清洗。南京科道官戴基等人因为说了几句真话，就被刘瑾下令逮捕，满朝文武倏若寒蝉。王阳明站出来了，他上了一道奏书，言辞不激烈，却字字诛心。这封奏书没有救下戴基，却成功地把自己送进了刘瑾的黑名单。惩罚来得极快，也极其羞辱廷杖。行刑地点在午门，
他被锦衣卫拖到大殿前，在众目睽睽之下褪去官服，赤身俯卧在地。你可以想象那个画面，一个饱读诗书、视名节如生命的士大夫，在光天化日之下被公开羞辱。这不仅是对肉体的摧残，更是对尊严的处决，40棍，整整40棍。每一棍落下来，都像是这个世界对他前半生所有骄傲的嘲弄。你不是要学圣贤吗？这就是圣贤的代价。行刑结束时，他昏死了过去，气息微弱的几乎感觉不到。所有人都以为他死定了，但他奇迹般地挺过来了。然而刘瑾没有打算就此放过他，一指令下，流放贵州龙场。龙场是什么地方？那是大明地图上最边缘的一个符号，除了瘴气和荒野，什么都没有。更要命的是，刘瑾并不打算让他活着抵达那里。流放路上，暗杀的阴影如影随形，锦衣卫的杀手就跟在身后不远处，像盯着猎物的狼。当王阳明走到杭州钱塘江边，他面临着一道生死关，前面是滔滔的江水，身后是步步紧逼的追兵。他没有选择投江殉国，也没有选择拼死一搏，他展现出了另一种特质，精准的生存智慧。那个月黑风高的夜晚，他在江边演了一出金蝉脱壳。他把鞋子整齐地摆在江边，把外衣扔进水里，咬破手指，在石壁上题了一首绝命诗，伪造出一个投江自尽的完整现场。当杀手追到这里，看到鞋子和诗，那种任务完成的松懈感会瞬间冲昏头脑。一个刚受了廷杖又遭流放的文弱书生，心灰意冷之下跳江，太符合所有人的预期了。就在杀手们对着江水复命的时候，真正的王阳明正蜷缩在一艘商船的底舱里，随着波涛悄悄驶向福建。那个循规蹈矩的王守仁死在了钱塘江里，活下来的是一个为了活下去可以欺骗整个世界的亡命徒。辗转漂泊之后，他最终还是走向了龙场，不是被逼的，是他自己选择回头的。在福建的一座破庙里，他占了一卦，卦象让他猛然惊醒。如果就此逃入山林，那就是逃兵。他的道还没成，他不能就这样消失。他需要去那个地狱，看看里面到底能不能开出花来。龙场的现实比他想象的更残酷，没有官舍，没有粮食，语言不通，空气里弥漫着腐液和毒瘴混合的气味，吸一口就让人胸闷。他带来的随从一个接一个地倒下了，水土不服，精神崩溃。按照封建的等级秩序，主人是天，仆人是地。但在龙场，天塌了，地陷了。这位昔日的兵部主事反过来伺候他的仆人，亲自上山砍柴挑水，为仆人熬药煮粥。为了安慰那些在病痛中呻吟的人，他竟然开始唱家乡的民歌，甚至讲段子逗他们笑。在这个被世界遗忘的角落，在一间四处漏风的草棚里，一个衣衫褴褛的贵族正为一个下人端粥，嘴里还哼着跑调的小曲。这个画面并不温馨，它是残酷的。它意味着他被剥离得一干二净。官位、财富、尊严、等级，前半生赖以存在的一切外壳，统统被粉碎了。冬天来了，草棚挡不住严寒和湿气。他发现了那个溶洞，搬了进去，给它起名叫阳明小洞天。洞里是毒蛇和蝙蝠的家，阴冷而幽暗。为了不让湿气侵入骨髓，也为了在极端的处境里继续追问那个他一生都在追问的问题，他让人凿了一口石棺，躺了进去。这是故事的起点。
也是一切答案的入口。日复一日，他躺在石棺里做减法。他问自己，如果我没有任何功名，我还是我吗？是的。如果我没有任何财富，我还是我吗？是的。如果我失去了健康，失去了一切，那个能感知这一切的那个还在吗？他把朱熹的理学一层一层剥掉，把孔孟的教条一层一层剥掉，把朝廷的律法一层一层剥掉，像一个疯狂的雕刻师在凿自己的灵魂，要把所有多余的杂质剔除，只留下那个最坚硬的内核。那个内核究竟是什么？公元1508年，一个风雨交加的深夜，雷声在山谷里滚动，震得石壁嗡嗡作响。躺在石棺里的王阳明已经到了精神和肉体的双重极限。突然，一道闪电划破夜空，照亮了整个溶洞。那一瞬间，就像一道电流穿透了他。他从石棺里猛地坐起来，发出一声长啸。那声音穿透了风雨，惊醒了仆人，惊动了山林里的野兽。他跳下石棺，手舞足蹈，像一个失控的疯子，大声喊道：圣人之道，无性自足，不假外求。原来如此，原来那个理根本不在竹子里，不在书本里，不在朱熹的著书里，理就在这颗心里。不是那团血肉，而是那个能知善知恶，能感知痛苦与欢欣的主宰。如果心不去看竹子，竹子就没有意义；如果心不去感知世界，世界就不存在。以前他一直以为心是空的，需要用外部的知识去填满。现在他才明白，心本来就是满的，它本身就是宇宙的源头，是万物的尺度。向外寻找，那条路是死路；向内去找，你本来就是完整的。这就是震古烁今的龙场悟道。2年后，刘瑾倒台了，王阳明走出了龙场，从小县令做起，治地方，整吏治。那颗在石棺里磨砺出来的心，开始在现实的土地上生长出它该有的力量。兵部尚书王琼一眼看出了他的不同寻常，将他破格提拔为南赣巡抚。没有人想到，这位革竹子革到吐血的文弱书生，竟然是个天生的军事奇才。他像切菜一样剿灭了横行几十年的山贼。然后来了那场真正的考验。公元1519年，宁王朱宸濠造反了。他为此准备了整整10年，手握10万精兵，控制着长江中下游的咽喉，连皇冠和龙袍都提前打造好了，准备顺流而下，直取南京。王阳明手里有什么几百个原本用来抓山贼的老弱病残，以及一群临时凑数的衙役，连调兵的兵符都没有。按照任何一本兵法书，这是一场必死无疑的赌局，整个江南官场瞬间崩塌。官员们要么逃跑，要么投降，要么已经在写遗书。王阳明没有逃，不仅没逃，他还有心思在船上跟弟子讲学，因为在他看来，战争的胜负不取决于人数，而取决于心。宁王虽然兵强马壮，但他有一颗充满疑虑的心，那是他最大的弱点。于是这场战争变成了一部人类历史上罕见的心理战教科书。王阳明没有急着调兵遣将，而是坐下来写公文。他伪造了一批兵部的紧急文书，内容大概是朝廷早已洞悉叛谋，数十万大军已从各路埋伏就绪，只待对方出门。他通过间谍将这批假公文不经意地泄露给宁王，宁王信了。整整10几天，那支10万人的大军被几张废纸吓得窝在南昌城里动弹不得。就是这10几天的时间差，王阳明迅速集结各地的散兵游勇，
拼凑出一支杂牌军。等宁王反应过来，恼羞成怒地率军扑向南京。王阳明做了一个极其疯狂的决定，他不救南京，反手去攻打宁王的老巢南昌。攻下南昌后，他没有休整，直接在鄱阳湖上与回援的宁王主力展开决战。火光染红了湖面，借着风势，宁王引以为傲的连环船阵在一场火攻中烧成了一片火海。从宁王起兵到被生擒活捉，整整35天。一场可能让大明江山易主的浩劫，就这样被一个读书人用几张假公文和一把火干脆利落地平息了。战后，弟子们赞叹老师用兵如神，王阳明却异常疲惫。他看着满目疮痍的战场，写下了那句流传千古的话：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消灭一个宁王不难，难的是消灭人心中的贪婪与恐惧。宁王是因为心中的贼走上绝路的，那些懦弱逃跑的官员是因为心中的贼失去了判断力的。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乱，追根溯源都是心中贼在作祟。更荒诞的一幕随之而来，那位爱玩的皇帝朱厚照带着一帮佞臣浩浩荡荡南下，说是要亲征。走到半路，听说仗已经打完了，皇帝很不高兴，你都打完了，朕玩什么？于是皇帝身边的小人暗示王阳明，不如把宁王放了，让皇帝再抓一次。面对这种令人作呕的政治闹剧，年轻时的王阳明可能早就拍案而起，再挨一顿廷杖。但此刻的他平静地交出了所有战功，称病隐退，把荣耀让给了那些无耻的小人。因为他知道，他的良知不是为了争功，而是为了百姓不再遭受兵灾。只要战争不重演，民生这种身外之物扔了也就扔了，这才是真正的知行合一，活在现实泥泞里的那种，不是书斋里空谈出来的那种。经历了人生的高光与荒诞之后，晚年的王阳明回到了绍兴，身体彻底垮了。隔竹子落下的肺病，加上战场的劳损，让他时日无多。他不再四处奔波，而是在绍兴天泉桥边开设讲坛，收弟子，讲学问，度过了人生最后一段宁静的时光。公元1527年的一个秋夜，月光落在天泉桥上，水波粼粼。王阳明设宴款待即将出远门的两位得意弟子钱德洪和王龙溪，两人正在为心学的核心问题争论不休。王阳明听着他们的争论，决定把毕生所学浓缩成最后的精华。他举起酒杯，念出了那4句著名的话：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他告诉弟子，人的心体本来像一面明镜，没有善恶之分。当念头一动，就像镜子上落了灰，善恶就出现了。能在念头升起的瞬间立刻觉察，知道它是好是坏，这就是良知。然后根据良知去行动，留住善的，去掉恶的，这就是格物。没有任何玄之又玄的神秘术语，这是最朴素的操作手册。他把成圣的权力从皇帝、圣贤和经典的垄断中解放出来，交还给了每一个普通人。无论是贩夫走卒，还是引车卖浆之人，只要你肯听从内心的良知，你就是圣人。讲完4句教后不久，王阳明奉命最后一次出征，去平定广西的叛乱。他拖着已经燃到尽头的身体，如同一根最后的蜡烛，在南疆的蛮荒之地再一次发出了光亮，兵不血刃地解决了问题，但他的生命之火也真的熄灭了。公元1529年1月，
在回乡的船上船行至江西青龙铺，王阳明感觉大限将至。那是冬日的清晨，江面上雾气弥漫，船舱里很安静，只有江水拍打船舷的声音轻而稳。弟子周姬流着泪走进船舱，问：先生，还有什么遗言？王阳明费力地睁开眼睛，看着这位陪伴多年的弟子，又仿佛穿过了他，看到了那个5岁不说话的孩子，看到了金山寺上吟诗的少年，看到了在龙场石棺里长啸的狂人，看到了鄱阳湖的火光，看到了天泉桥的月色。这一生太苦了，也太精彩了。他遭受了那个时代几乎所有的恶意，却以最大的善意作为回报。他一直在寻找那个第一等事，现在他找到了。他嘴角微微上扬，露出了一个像孩子一样纯净的微笑，轻声说道：此心光明，亦复何言？我的心是光明的，这就够了，还有什么好说的呢？不需要辩解，不需要立传，不需要向这个世界索取任何理解，因为所有的答案早已在他心里圆满了。说完这句话，他慢慢闭上了眼睛。那艘载着他遗体的孤舟消失在了青龙铺的晨雾里。好了，现在让我把你从那个遥远的16世纪拉回来，拉回到你现在所在的这个房间，这个夜晚，这张床，这具疲惫的身体。你有没有发现，我们其实和那个盯着竹子发呆的年轻王阳明并没有什么本质上的区别。500年前，他为了寻找天理，盯着一根竹子看了7天7夜，直到咳血。500年后，我们为了寻找所谓的成功和幸福，盯着手机屏幕，盯着股市的 K 线，盯着别人朋友圈里精心包装过的生活，盯到失眠，盯到焦虑，盯到身心俱疲。我们和他一样，总觉得自己还不够，觉得知识不够多，所以疯狂囤积课程，却没有时间听完一节；觉得地位不够高，所以在职场里拼命厮杀，却越来越不记得自己当初为什么出发；觉得内心空虚，所以不停地向外抓取，抓名牌，抓点赞，抓那个所谓更好的自己。这是一场跨越了500年的荒诞剧，剧本没有变，演员换了一批又一批，但王阳明在龙场那个风雨之夜已经把答案留下来了。别找了，外面没有你要的那个东西，那个让你过好这一生的力量，不在书本里，不在大师的嘴里，不在未来某个宏伟的目标里，它就在你这颗原本具足的心里。你不是残缺的，你不需要被填满，你本来就是完整的。这听起来像是一句绕口的哲学，但它其实是最大的慈悲。你此时此刻的这颗心，无论现在是焦虑的、疲惫的，还是迷茫的，它本质上都像镜子一样明亮。那些烦恼只是落在镜子上的灰尘，那些恐惧只是挡在灯前的迷雾。你不需要去创造光，你只需要擦掉那些灰，停止向外抓取，让镜子安静下来，它自己就会发光。今晚不需要解决任何问题，不需要想明天的竹子，不需要理会白天的那些杂音。就像那个躺在龙场石棺里的王阳明，周围也许依然有瘴气，也许依然有野兽的嚎叫，但那都与他无关了。在那口石棺里，在那个最小最暗的空间里，他找到了整个宇宙。而你此刻就在你自己的那口安全的石棺里，所有的功名得失，所有的毁誉评判都留在了外面。把眼睛轻轻闭上，越过那些纷乱的念头，越过那些还没解决的问题，往更深处走一走，去触碰你内心最深处的那份宁静。
那里没有善恶的纠结，没有得失的盘算，只有一种恒久的、温润的、柔和的光。它一直都在那里，从未离开，从未熄灭。靠着这份光，你可以放下所有的防御，放下那些紧握着的担忧，安心地沉进梦里去。因为正如那位老人在冬日的江面上用他最后一口气说的那句话：“此心光明，亦复何言。”晚安。